永远不要觉得自己的努力会白费，用头脑的力量清晰地发出想要什么的愿望，向非物质领域寻求帮助，观想你想达成的结果。要明白，你创造自己的现实，别人也创造他们的。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刻觉醒。当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从大局着眼。当有足够多的人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实相，你们就会创造一个新的地球。将来绝对会发生两个世界的分离，同时也很可能会爆发几次战争，会有一些令人迷惑的太空戏剧上演，伴随着一些太空伙伴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。地球正处于多维度的碰撞之中，多次元会在近几年内互相交叉，有一些实相令人震撼，这取决于每个人意识改变时所需要受打击的程度。打击并不代表毁灭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，它改变你看待现实的方式。不管你受到了何种打击，你都不会再以旧的观点执着于现实，你会受到瞬间的一击，然后一切都改变了。世界面临着大量的打击，不只是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，我们指的是全球性的多维度之间的交互，其中只有那些需要受到打击的人才会体验到实相的崩溃。可能性的概念是说，并非只有一个现实，而是你通过思想不断选择进入不同的现实分支，并非是你改变了世界，而是你选择进入哪个世界。这就回到了之前的观点，也就是说，世界并非是固定不变的，它是由能量组成，能量的成型源于这个世界中的思想。存在，而且一直存在着可能的地球，还有可能的体验，还有可能的你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。你们由频率和能量组成，你们伴随着演奏着的能量和弦而波动，进入实相存在之区。你对它太过熟悉，以至于你总是沉寂在专注于体验的某一个方面。其实有许多的视角可以获取经验，你们要学着改变频率和波动的节奏，以便观察到以前忽视的东西。就发生在你们体内的神经变化影响而言，你们一直被监控着。你们神经系统的重构就好像一条高速公路，从双通道拓展到12通道。到的时候，你会拥有许多同时发生的事件记忆。一开始这会很让人崩溃，因为这些记忆无处安放。比如说，在2年之前，你在这条路上吃了感恩节的晚餐，忽然之间你记起另一件从未记得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和感恩节晚餐是平行发生的。你意识到你身处2个感恩节当中。当神经系统进入了新的频率，身体整合了它的数据库，就会发生这一类事情。在光编码丝发生自身重组并传播它频率的时候，神经系统必须能够支持并转译它。正在发生巨大的能量极化，有许多的参与者和观察者，许多前来观察的，同时也造成了干扰。他们来学习自己的功课，当然也有参与者的意愿，纯粹是建立一个辉煌的新世界。我们看到，随着可能世界的成型，地球上的人类将面临着巨大的变化，可能会有大的混乱，还有骚动，国家之间的战争，更加频繁的地震，好像一切都在崩溃，无法重组。就像你改变旧的模式进入新能量的时候，
生活当中会有混乱和震动一样，地球也在震动自己，获得自由。将来会有一段重组和调整的时间，而且动物和鱼类正在离开地球，它们正在前往新的地球。它们并没有消失，只不过它们提前进入了新的世界，等待你的到来。很难去解释这一点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是超出3次元体验的。基本上，你们正在前往更高的次元。当这一转移成功过后，你们就可以打造一个新的地球，好像从梦中醒来，回到一个纯洁美丽的世界。你们的天空当中遍布着观察者，看着你们如何做到，并且随时提供帮助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种转变看起来就像是超越了所有的可能性。但是你们不同，你们曾经身为炼金术士和亚特兰蒂斯祭司，在圣庙当中学习过这种能量。你们曾经受过的训练已经编码在体内，为这一刻做着准备。在这个时期，离开地球的人是不再适合而且影响地球和谐的人。时间到来时，可能会有2000万人同时离开地球，剩下的人将会有巨大的意识转变。当一大群人离开的时候，会给活着的人造成强烈的意识冲击。拓展你自己，去开始停留于其他的实相当中，而不只是工作、睡觉，还有吃饭。当你醒着的时候，让你的头脑向各种的可能性去拓展，让思想的念头来到你的头脑之中。思想是自由的，遍布各界，持续的被发送到地球上。在地球转变的时候，并非每个人都体验到相同的事情。需要体验毁灭的人就会体验到毁灭，因为他们并不适合新的频率。准备好保持更高振动的人将会体验到频率的转变。也许某个人在可怕的毁灭当中迎来生命的终结，而另一个人则体验到了狂喜的状态。一切皆有可能。记住，你活在思想创造的象征世界当中，外在世界反映了内在的状态。如果世界土崩瓦解，那说明了什么？它代表内在的分裂，还有崩溃，为了创造新的系统和新的能量。重要的是，面对社会的改变，要去给予祝福，还有爱，不要因此恐惧和焦虑。你的任务就是保持知晓的震动，即便你还不能完全的理解，知道在每件事中都有机会让高我的运作，并进行自我提升。人类是异常懒惰的种族，你把力量给予任何替你做事情的人，不管你是老板、妻子还是丈夫，你们不断给出自己的力量。为了让你们独立，就需要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你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祝福地球的这些变化，并且信任在这些事件当中，你明确想要显化的事物将会显化出来。你将经历考验，你会说，我是个牺牲品吗？我周围的世界正在崩溃之中吗？还是一切只是看起来处于崩溃之中，其实却是在提升自己。要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，你会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。去意愿自己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，而且要更进一步，不只是去意愿，而是从内在知晓，指引就会到来。也许毫无期待之时，新的领域或者新的与别人连接的机会就会降临。你会认出它，并说，这是给我的，
我会抓住这个机会。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将来或者说可能会有一天，你在无数转世当中第一次关闭已知生活之门，也就是说，你会放弃自己的住所，只带几件物品走出家门。现在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对吗？你的内在会怀疑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世界疯了吗？我的价值是什么？现在我活着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高我会到来，并且引导你，告诉你活着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。那意味着你要放弃一些事物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会站在家门口，向里望去，发现一切毫无意义，因为最重要的事物是灵性价值和你的生命。在你即将成为自己所示的光明之中，其他财产的物质全无意义。你能想象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让你进行这样的转变吗？一定不会是小事。你要记住，人类的命运就是进化。我们保证，你目前已知的生活不会持续10年以上了。已知的世界，已知的现实，一切设施、项目和假期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在10年内将不复存在。你在这里为了个人的进化，这个进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到来，将会非常的有趣。我们不是在谈论一小部分人的进化，而是整个人类会发生一些事情，唤醒人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挑战就是勇敢地做自己，有勇气活出自己的光。我们推荐你们了解美洲原住民的教导，从汗蒸、古乐、舞蹈等等开始，这将会唤醒你内在的一些事物，并教导你很多地球的知识。你的体内拥有这些仪式的编码，当你去开展这些仪式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回忆起你是谁，以及你所知道的东西。正如我们看到的，社区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。社区分布在世界各地，大到50亩至数百英亩，小到25英亩，并且可以容纳30到100人左右。这些团体的成员们会因响应一个内在的知晓聚集在一起。在这些未来社区当中，使用的技术是基于爱的，技术没有任何的过错。地球上使用技术的主要问题是，它被用来制造分离、操控还有控制人类，而不是去提升。有爱的科技是关键。许多人会得到大量技术信息，好像它们凭空产生一样。你会接收到一项发明的信息，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发明的是什么。可能你需要移交给别人，它才能付诸现实。为了这种新的技术，人们会和谐互助。意识进化的一部分正是意识间的联合，它不是把自己隔离开来。也许有人灵感突发，有了一个构想，另一个人将它实现，而第三个人进行着销售。我们看到会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发明市场，这些发明永远不能在传统的市场上进行展示，因为如果有人知道你拥有这些能力，你就会被清除，还有毁灭。为你们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地下技术将在社区之间大量的流通。与这样一群人合作，应该是你此生当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。他们热爱这片土地，而土地也回应着他们。爱地球，并让他知道你在追求什么，地球就会滋养你，并且照顾你。这就是关键。